这艘船是怎么了？你看它的头越翘越高，是要沉了吗？哎，是的，它是在沉，但又不是真的要沉，所以是怎么回事呢？哎，这是一艘设计和建造于1962年的船，英文名叫做 Flip， 翻译过来呢，正好是翻转的意思，哎，还挺贴切的啊。但其实真正的全称应该是浮动试验平台。对的啊，你看它主打的是平台，至于船的部分嘛，只是临时扮演的角色而已。当它完全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几乎只有船头的那部分看起来才像是一艘正常的船，剩下的5/6就是一根又粗又圆的长管子，很像潜艇，有没有？所以它注定就是要被潜到水下去的。当 Flip 就位之后呢，就会往后面的大管子里面泵入700吨的海水，于是，在大约30分钟之后，在压舱水的作用下呢 ，Flip 就从水平切换成了垂直的状态。伸出水面的那部分大约有5层楼那么高，而且呢，它的确也是被分成了好几层的。你既可以从舱内的梯子爬上爬下，也可以选择舱外的舷梯。哎，360度，应该说是180度的无敌海景，要我一定选它。当然，当初造它呢，可并不是为了无敌海景而是为了研究与潜艇有关的海洋中声波的特性的，尤其是美国的老对头苏联潜艇的声波特性了。当你把听水器放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研究船上去仔细的监听水里面的声音时呢，常常都会受到自身的干扰，因为起伏的海浪也会让船只一起起伏嘛。而这样的起伏呢，也会在水中造成回波，干扰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声呐信号。所以195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呢，一直就很不稳定。哎，等到了1960年代，2名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呢，突发奇想，为什么就不能把船给竖起来呢？哎，在绝大部分都埋入水下之后，波浪对它的影响不就小了很多吗？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了他们，于是船舶史上就有了这么一个怪物。哎，实践证明它的确非常抗浪，在浪高10米的情况下 ，Flip 的上下起伏呢也不会超过1米，并且最高还能扛住高达25米的巨浪。这不仅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科研平台，并且也使它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居住平台。嘿，晕船吗？上了它，保证跟晕船说拜拜。一开始使用它的初衷是白天上去搞研究，晚上从上面下来，回到母舰上休息。但谁料科学家们一上去就不肯下来了，所以后来干脆多加一些床位吧，还不如让他们一待呢，就直接几个星期好了。对了，最后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随着 Flip 在水平和垂直之间的切换其实它的舱内在空间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嘛。原来的墙壁变成了地板，原来的天窗变成了舱门，所以它的舱内设施有啥玄机没有当然有它们中的大部分，比如双层床、橱柜、马桶等等，都是通过转环安装到侧壁上的，可以随着 Flip 的旋转呢，自动保持在头上脚下的垂直位置。但是像一些实在不好旋转的东西，比如水槽，那就只能一个房间来上2个呗，水平垂直各来一个。只是在切换开关的时候呢，需要特别注意罢了。我本来还想说为什么马桶不来2个呢？但一想到如果它的开关切换错了，需要付出的代价后，不得不感叹，还是设计者有智慧船用螺旋桨，它是破土而生的。不信你看，最近我经常刷到有关船用螺旋桨的视频，他们最吸引我的除了大到夸张以外，就是表面那些闪闪发光的纹路了。我们随便来看几张照片，是不是都有这样十分漂亮的纹路在上面呢？我就纳闷这些纹路到底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又为什么要加工成这个样子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奥秘。一个船用螺旋桨的诞生，大概需要经历以下这几个步骤：设计、打样、制造模具、机加工和最后的表面处理。我们分别来看看。先说设计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船用螺旋桨长着3个叶片，有的呢则长着4个叶片，还有的是5个、7个，甚至长着更多叶片的。为什么它们的叶片数都不一样呢？而且大多还是奇数的呢？这主要是在加工难度、生产成本、进动平衡和推进效率之间取得平衡。螺旋桨靠旋转来切割和推动水流产生推力，在其桨叶高速移动的同时呢，会在背部制造出一个低压区，使这里水的沸点降低，很容易就沸腾起来了，生成大量的气泡。
这些气泡在水压下会迅速破裂，产生出强大的冲击波，发出巨大的噪音，同时还会对桨叶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就要尽量让螺旋桨转得慢一些，以减少这些气泡的产生。但为了只减转速不减航速呢，我们就得要在桨叶上做加法才行。理论上，转速越慢，桨叶越多才是效率比较高的做法。不过很明显啊，这样做之后呢，成本就太高了。除非是像潜艇这种对噪音特别敏感的船只，其他的商用船嘛，完全是可以折个中的，用3片、5片，然后转速提高一点点就可以了。另外啊，为了减少叶片之间的共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这一片叶片的对面没有与它隔轴相望的另一片叶片了。用奇数片叶片呢，就正好解决这个问题了。但这些呢，都只是理论上的。你看，现在明明是4个桨叶的螺旋桨占多数，所以说嘛，它是一个成本与效率相对比较高的考虑了。好了，当已经决定好用多大的尺寸的螺旋桨，插多少个叶片，以及倾角是多少之后呢，就需要把图纸上的设计制作成真正的样品了。它一般会使用木材与发泡材料，由机器或者手工来完成。这里呢，我比较佩服的是手工的部分啊。先是用木片一层一层的粘在一起，然后再慢慢的切削打磨，变成最终桨叶的造型。这个过程啊，你能说它不是一种工匠精神的体现吗？接着就是制作模具了。有的螺旋桨是一体化铸造，有的比如可以改变桨距的螺旋桨呢，则是单个桨叶分开铸造的。但不管是哪种啊，制作精确的模具都相当重要。它用到的是沙子，在混合好沙子之后呢，将它们铺到第2步制作的样品，其实应该叫做模板更合适，它的下面，然后塞紧修形，灌入2氧化碳加固，再上火烘烤，加入一种特殊的液体，防止接下来熔融的金属液渗入到沙子里面，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了。当然，模具是分成上下模的哦，这样合起来才能在其中塑造出一个完整的螺旋桨造型嘛。浇灌进去的是一种由8种金属组合而成的合金，其中铜就占了大约80%，其余的还包括镍、铝、铁、锌等等，以便达到极佳的强度与耐腐蚀性。不过呢，光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随着金属的冷却啊，会有微小的氢气泡产生，严重威胁到螺旋桨的运行安全，并且呢，这样的瑕疵在铸造完成之后就无法修复了，它只能是在这一步被移除啊。怎么移除呢？那就是往熔融金属里面注入氩气了。氩气会从熔炉的底部开始往上升，并在此过程中带走所有的氢气泡。好了，移除了氢气泡的上百吨的金属液呢，终于可以开始灌入模具了。在这之后，它需要用5天的时间从1000摄氏度冷却下来，获得足够的强度来接受下一个挑战——机加工。当然，在此之前呢，我们还必须要温柔的把它从沙漠里面取出来才行啊！的确是很温柔啊。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螺旋桨呢，还是个粗胚，必须要经过机床等设备的一系列精加工之后，才能够达到需要的精确尺寸。但这一步完了，它的表面还是十分粗糙的。粗糙意味着极大的摩擦力，而极大的摩擦力呢，就意味着低效和高损耗嘛，所以要对表面进行处理。这一步呢，就是把螺旋桨变成让我们看起来十分养眼的样子了。它会先被装在一台全自动的铣床上，一层一层的被剥得光溜溜的，连最微小的坑坑包包都会被磨平。接着呢，再换人工进行最后的抛光处理。但问题来了，既然这样抛光法，为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在它的表面看到明显的纹路呢？那个呢，其实是用平面铣刀切削曲面之后很自然的结果了啊。想要彻底没有吗？可是可以啊，那就要在其中插补更多的切削操作，或者换上可以加工曲面的球头刀。但两者都会极大的增加加工时间，实在是没有必要了。现在这个样子呢，虽然看得出纹路，但就光滑程度而言是绝对够用了，并且这样实在是太好看了，有没有？好了，基本上呢，这就是大型船用螺旋桨的生产过程了。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极度依赖工业制造水准的领域，能够掌握它的国家少之又少。但我们中国嘛，已经研发出了7轴5联动的机床，加工的最大直径已经突破了12.5米，最大重量来到了160吨。除了骄傲，还能说什么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个画面不一般啊！一架钥匙战斗机被卡在了货轮的集装箱中间，缓缓驶进港口。它是报废的还是走私的？实际上都不是，而是被一名英国皇家海军的飞行员给停上去的。为此，英国人还极不情愿地掏出了57万英镑，才从这艘西班牙货船的船主手里面把飞机给赎了回去。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钥匙。这架在1966年装备部队的英国飞机，以突破传统的原地起降能力，打开了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以至于在1994年电影《真实的谎言》里面，成为比施瓦辛格还要耀眼的明星。那个挂着反派射出响尾蛇的镜头，不知道圈粉了多少人呢？You're fired。但其实钥匙早就已经是个明星了。在1982年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中呢，同样用的也是响尾蛇，28架钥匙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干掉了阿根廷包括法治、幻影在内的各型战斗机21架，自己呢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而已，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纪录。同时，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普通舰载机的起降平台呢，那必须是得航母但轮到了钥匙嘛。为它提供驻足之地的，除了无敌竞技神航母以外呢，竟然也包括一些集装箱货船。在仅仅只是设立了一个简易的起降甲板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数十架钥匙的临时海上之家了。是的钥匙就是这么强，实现起降自由只需要一块15乘15米的空地便足够了。虽然短板也很明显我们来数数，只能亚音速机动，少到可怜的续航。过时的雷达和导航，不靠谱的航电系统，等等等等，所以注定今天的故事败的也是他，成的也是他了。1983年的6月7日，2架钥匙从葡萄牙海岸附近的一艘光辉号航母上一跃而起。他们本次要执行的是一项北约的演习任务，任务目标是这样的：在无线电静默和雷达关闭的情况下呢，去定位一艘模拟走丢了的法国航空母舰。这其中的一名飞行员名叫伊恩·沃森，非常年轻，所以经验有限。此前呢，只飞过13次的钥匙，加起来总的时间呢，也不超过75个小时。而像这样的演习，这一次都还没有。但年轻人总是要给机会的嘛，大不了让老人带带就好了。所以另一架飞机上就是一位资深的飞行员了。这样的搭配，这样的任务，估计大家觉得也都跟玩似的，能出什么岔子呢？好了，升空之后呢，两人决定分头进行搜索，只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回到碰头点就好了。然而当演习结束，沃森回到约定地点时，却并没有看到另外一架飞机。他想，会不会是队友等得太着急，已经返航了呢？反正任务都已经执行完毕了嘛，那就打开无线电跟他联系一下呗。结果却发现这无线电怎么也打不开。好家伙，原来咱这无线电静默不是模拟出来的呀，是根本在这架飞机上，海军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让你用无线电嘛。它就是个坏的。没办法，只能打开雷达喽，直接返回航母吧。可是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钥匙的几项缺点吗？过时的雷达系统，在这儿呢，就是它的探测范围已经够不到航母了。在沃森的雷达屏上呢，只有平静的扫描线，既看不到航母，也看不到自己的队友。这种情况已经够糟了，但沃森还没有慌，因为他还能有所指望——惯性导航仪。至少呢，他还有可能把沃森带回到原来的位置嘛。但我们应该提醒沃森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也是很不靠谱在跟着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海面上连个鬼都没有看到。光辉号，你要是真能发出点耀眼的光辉该多好情况发展到这儿呢，就很不乐观，也很讽刺了。你看本来是出来寻找假走丢的航母的，结果却把自己给真飞丢了。关键是航母即便丢了，也可以继续浮在海面上可要是这飞机丢了，岂不只能砸在海面上吗？沃森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情况了。在跟着不靠谱的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沃森意识到他飞机上的油箱已经快要见底了。在坠毁到茫茫大海的中央前呢，他最多只剩下了12分钟的思考时间。于是他就想即便自己能够在飞机坠海前顺利弹射逃生，也绝无可能在这儿发出求救信号。所以结局一样是葬身海底嘛。唯一的生存机会呢，只有飞到离陆地最近的地方去。他的直觉告诉他，应该往东飞，那边兴许还有一些沿着海岸的航道，能够增加他被发现的概率。这个决定救了他。就在差不多只剩几分钟便要坠海之前，他的雷达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艘船这是一艘正在前往圣克鲁斯的西班牙小型集装箱货船
阿尔莱格号。于是沃森剩下的任务呢就很清晰了啊，他要飞进这艘货船，让船员们注意到他，然后再弹射契机，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获救嘛。虽然抛弃一架价值700万英镑的战斗机呢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似乎这已经是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小牺牲了。沃森管不了太多了。不过当他第一次飞越阿尔莱格头顶时呢，看到的情形啊，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说不定他是可以把飞机一起救下来的。因为他看到啊，载着很多集装箱的阿尔莱格号呢，恰好在顶上组成了一个跟自己平常训练时差不多大小的平台。既然最坏的打算都已经做过了，还有啥好怕的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像平常那样把它给降上去。沃森真的这么做了，而且似乎做得还很好啊！要不是船长在看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画面时手抖没有把船给稳住，否则这架钥匙就不用拜托下面的白色面包车来替自己扛上一把了。一番惊人的操作之后呢，沃森居然连人带机都安全降落了，估计这是他也完全不曾想到的结果。当然。阿尔格莱号的船长又怎么可能想得到呢？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计划不变，还是要把船继续开到圣克鲁斯啊。英国人如果想要你们的飞机和飞行员，那就耐心的再等上4天吧。咱们圣克鲁斯的码头见。其实啊，这位船长也是挺豪横的啊，居然凭一己之力跟英国政府玩起了拒不配合，并且在到了码头呢，还要价57万来作为救援和损失的开支。考虑到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啊，英国人即便很不情愿呢，最终还是不得不掏了出来。船员们一起平分了其中的34万，船东则留下了剩余的23万。英国人也拿回了自己的700万钥匙，顺便还把广告给打了，其实是皆大欢喜的。不过沃森会怎么样呢？虽然救下了飞机，但一开始还不是你给飞丢的吗？惩罚是在所难免的。在背锅帮政府转移视线，调到办公室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之后呢，他还是回到了自己心爱的飞机上，又继续飞了2000小时的钥匙，外加900小时的 F-18之后呢，才在1996年正式结束了军旅生涯。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自从上次我把这架玩具无人机折腾的只能离地几毫米之后呢，我就在想，干脆咱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气垫船得了，说不定还能带来一个精彩的视频呢。这不它来了。总体上看起来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地方原本是园区准备建来做个景观的，里面应该会有浅浅的水才对，结果烂尾了，只剩下一片凹凸不平的大理石地面。完美，也不太完美。完美在于啊，它有效地证明了我的这个气垫船呢，跟真的气垫船是一样的，不怎么挑地形嘛，是越崎岖越敢上啊。不仅在坡坡坎坎的大理石板子上开得飞快，在我的工作室毛糙的地毯上呢，也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存在感，有意思啊。但不完美在于它这儿没有水，对不对？气垫船当然也应该在水面上开得飞快才对啊。我想起来了，园区里面是有水的啊，比如这儿，咱试试啊。是你个鬼啊，逗你们玩的啊！我这个连电路板都是在裸奔的小玩意儿，怎么能见水呢？让它这么快就变成一次性的，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回去喽。当然，真正的气垫船在水上飙起来，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比如最著名的例子是1968年至2000年期间往返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巨型气垫船 SR-N4 了。最多的时候呢，它能够装载60辆汽车和418名乘客，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跨越海峡，比传统的渡轮节约了整整1个小时啊，被称为是海上的协和式。也许吧，就是这个名字把它给叫错了，它还真就跟协和式一样，最终落得了个淘汰出局的命运嘛。其实原理上，气垫船并不复杂，就是通过螺旋桨或者是涡轮将空气推到船身的下方，利用空气的压力将船身托起来，使其离开地面，或者是水面，或者是沙面，或者是沼泽面，总之吧，各种的面啊。于是摩擦力减小，就能够在后向吹气的螺旋桨的推动之下呢，快速的往前运动了。正是由于它摩擦力很小，所以它通常都能够获得更高的速度。看起来呢，的确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交通工具啊。
可为什么在运行了30多年以后，海上协和式 SR-N4 还是最终退役了呢？这简直就没法说了啊！原因居然也跟协和式如出一辙。首先是运营贵，连着这4个巨大螺旋桨的发动机，每小时要吃掉大约3800升的航空燃油。这是在油价低的时候呢，还能够勉强过得去。但是当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油价飙升之后呢，它每开一次几乎都是入不敷出了。另外，它维护起来也是相当的不便宜啊。比方说这4周的一圈的裙子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气垫船都要加裙子呢？因为它可以大幅提高气垫船的悬浮高度嘛，是气垫船上最重要的2大发明之一。现代气垫船是由英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夫·科克雷尔发明的。一开始，他指望的是英国军方，希望他们能够在他的发明身上呢看到那几乎无限的军用可能。结果，军方只兴奋了一阵子，做完一个模型之后呢，就很快转移到了别的爱好上面去了。没有得到足够资助的科克雷尔转身找到了桑德斯罗，后者制造了一些相当有名的水上飞机。结果8个月以后第一艘全尺寸的气垫船SR-N1 就诞生了。虽然它看上去跟一个放大版的悬浮光盘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却为所有的气垫船带来了2个重要的技术第一个是将空气从4周吹向中间，而不是从中间将空气吹向4周，因为后者更容易让空气从4周溢出嘛。前者相比起来呢，则会将更多的空气聚集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不仅能够相应的减小发动机的尺寸还能够把气垫船托举得更高从而获得更好的通过能力。此时它已经能够离地23厘米了，但是也是最大的23厘米。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面，大概也不敢开到海面上去的吧？怎么办呢？这就来到了第2个重要的技术发明了，加围裙嘛。一种围绕着悬浮表面的柔性材料，以便将更多的空气装在里面。于是 SR-N1 的最高悬浮高度一下子呢就攀到了超过1米的水平了。漂亮。回到 SR-N4 在围裙的加持之下呢，它能够在海浪达到2.5米的情况下依然畅行无阻，对付大部分的天气呢够用了。但是代价高昂柔软的围裙极易损坏，几乎每运行一次呢都需要很多的维护和修补才行。这好不容易赚来的钱又都花出去了，实在是很难平衡再加上烂天气，海浪远高于2.5米，它只好就被困在港口，出行的稳定性呢就无法得到保证了。安全性，一次导致4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和数次有惊无险的小毛小病，也让人们对它的兴趣呢就越来越淡了。直到最后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免税店取消了。其实到了后期，运营公司靠卖船票已经是完全收不回成本了但好在大家都喜欢购物嘛，卖免税品依然能够创造不错的收入勉强还能够维持得下去。这下你连货都不让人带了，那人家就只能断根了嘛。于是巨型气垫船拜拜。其实也不用拜拜民用的大型没有了，军用的依然存在比如美国的 LCAC 能够载1辆主战坦克，比如俄罗斯的 Zubr更大更厉害，能够载3辆坦克。他们作为2栖登陆的利器，几乎无法被替代当然，民用救援以及一些特殊应用的气垫船呢，依然在这个世界上最偏僻、最恶劣的环境中飞驰着。比如破冰，跟破冰船通过将自己勺子状的加固船首压上冰面，再利用自身重量从上往下破冰不同，破冰气垫船主要靠的是自然的力量。压入气垫船船底的空气在离开气垫船之后呢，会在水里面产生尾流，而这些尾流在冰面以下传播时就形成了波浪，波浪会将冰面往上面顶，从而让一整块被顶起来的巨大冰面 hold 不住自身的重力，破碎散开了，以此来完成了破冰的工作。是不是又学到了？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点赞、评论、关注，赶紧3连吧！你能相信吗？帆船为了让自己开得更快，居然能够凭空造出风来，这是怎么回事？时速100的发动机能够把汽车开到时速200吗？当然不能但是帆船就能用时速46公里的风，把自己开到接近130公里的时速，超过发动机近3倍，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看起来非常反直觉的现象。作为自身不带动力的帆船，风就成了其唯一的动力来源了。而常识告诉我们，风在后，船在前，直接对着它吹，能够把最大的风力传递到船身上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理应使船跑出最快的速度，没错吧？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最快速度有可能达到，甚至是超过吹着它前进的风的速度吗？我们来看看啊。随着船速增加呢，船和风之间的速度差也在逐渐的减小，而帆船的推力正是来自于这样的速度差。速度差减小了，意味着帆船所获得的推力也减小了。但是有样东西却在不减反增，那就是帆船所受到的水的阻力。最终呢，仅剩一点的推力和阻力达到了平衡，帆船便失去了加速度，只能定格在一个比风速略小的速度上匀速前进了。看起来啊，即便是在理想情况下，帆船应该连跟风速平起平坐的机会都不会有，哪还能超过它呢？但真实情况却是啊，现代帆船不仅能够比风跑得快，而且还能比它快很多，这不逆天了吗？好比说你的同学抄了你的试卷，居然超出了比你高好几倍的成绩，你说这气不气人啊？才真不怪人家，关键是人家对于答案的理解深度是跟你不一样的。帆船对风的理解也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么直白，在他的眼里面啊，它不是帆，而是机翼。就像是风并不会直接从下往上吹，然后把机翼连带整架飞机吹起来一样，帆也不会让风直接对着它的后面吹，而是跟机翼一样，与风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水平关系，然后利用更加强大的升力来使它前进。所以鼓起来的船帆从截面上看起来呢，也就长得跟一只机翼没太大区别了。伯努利效应在这里也秀出了自己的肌肉，看起来似乎跟空气有点关系的，就很难跑出伯努利的掌心啊。关于升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相关的话题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一会儿一定要去刷一下哦。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帆船把风从作为推力升级成作为升力后该怎么操作。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所以想要让帆船向前开，那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风从帆船的正侧面吹过来，然后把帆以一个较小的夹角对齐风向就好了。看起来跟飞机的机翼要做的事情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风作用于帆产生的升力正好跟船头的方向一致，自然就能够让帆船前进了。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帆船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其自身跟风之间的速度差，所以哪怕它开的是越来越快，只要风速不变，也能够获得持续而稳定的动力来源。换句话说，就是由风提供的加速度是始终存在的。那么这样讲起来，这个时候的帆船是不是就能够一路高歌，越跑越快，然后超出风速的数倍呢？很遗憾啊，也是不行的，因为别忘了啊，随着船速增加，水对船身的阻力也同样是在增加啊，两者还是会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呢，船速又被锁定了。那么有没有能够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呢？有的，那就是增加风速呗，因为风速越大，所能够提供的升力也就越大。你看飞机在起飞时为什么要拉满发动机，让自己加速到时速几百公里？不就是为了提高吹过来的风速，产生足够的升力吗？但问题是啊，人家飞机是有发动机的，想要风速呢，可以自己创造。你海面上的帆船有自己造风的能力吗？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实际上，让帆船产生更大升力的、更大的风，就是由它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供自己使用的。我怎么有种仿佛在说左脚蹬右脚就能够飞起来的感觉呢？但实际上，在这儿呢，它是相当科学的，是由运动的相对性所决定的。这一点，相信民间发明家黄渤深有体会。全方位多维立体加速感应器，可以让你在瞬间感受到风驰电掣的感觉。在海面上，如果你静止不动，会感受到真风，也就是原本真正的风速；而如果你动起来，就会感受到势风。这个跟你运动的方向、速度以及它跟真风之间的关系有关，是个相对概念。相信坐在黄渤拖拉机里面的乘客对此都有着深刻的理解。真风、船速、势风都是矢量，都有方向和大小，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下。可以看到啊，在真风不变的情况下，船速越快，势风也就越大，而真正作用到帆上的其实是势风，那也就是势风越大，产生的升力也就越大，把船速推的也就越快，越快的船速再反过来增加势风，又可以让船速变得更快。你看啊，它们之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正循环关系：势风增大，升力增大，船速增大，然后势风增大，升力增大，船速增大，然后这个循环无限进行下去，岂不早晚超光速吗？
哎，想得美啊！视缝的大小的确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它的方向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呀，而且是越来越朝着正逆风的方向改变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改变帆的位置来迎接越来越大的视风，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大的升力，但是由于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风向的，也就是视风的方向，当视风变得越来越靠近正逆风方向时，升力的方向早就不再跟帆船前进的方向一致了，而是越来越斜，越来越斜，直到把帆船推翻掉。所以能够自己造风的帆船也是有个度的，只要不偏不倚，正好调到了那个度，不仅能够比自己的发动机还跑得快，而且呢还能跟自己的发动机反着干，逆风而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拖船它就是水面上的金刚芭比啊，长相 Q 萌，但力大无穷，可以轻松拖动比自己体积与重量都大了1000倍的船只，并且还特别的灵活，正着开、倒着开、横着开、转着开、360度的开，只要你想得到的方向，它都能够轻松拿捏。所以它凭什么这么拽？哎，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艘普通的拖船，它们的身影出没在各个繁忙的港口。在传统的拖船上呢，发动机是使用固定的推进系统的，尾轴连接到螺旋桨，方向则由尾舵来控制，但现代拖船则大大改进了相应的动力配置啊，它们通常使用了方位推进器与 Z 字形的传动轴设计，没有舵，而是利用推进器的360度旋转控制船只的运动方向，因此就获得了极佳的机动性。咱们仔细来看看这样的配置啊，发动机与螺旋桨之间的连接呢，并不是一条直线的轴，而是必须呈 Z 型的，因此被称为 Z Drive。这里面用到了很多根轴和很多种类型的齿轮，我们以尽量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啊。这根是输入轴，这根是中间轴，这根则是输出轴，它们通过万向节或者叫做 U 型接头来连接，因此可以不必在一条直线上面旋转。锥形齿轮则负责将扭矩从发动机传递到螺旋桨啊。使用锥形齿轮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啊，它可以在不干扰传动轴的旋转周期的情况下改变推进单元的方向，而推进单元的方向则通常是由一组行星齿轮驱动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离合器，准确的说是一个气动离合器。当然离合器还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嘛，它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将发动机与传动轴分开。当发动机启动并旋转时呢，离合器会保持拖开的状态，船只此时会保持静止，而当离合器咬合时，船才会移动起来。使用涵道螺旋桨可以减少螺旋桨周围的水流涡旋，来提高效率，使得在相同的功率输入下产生更大的推力，也是现代船只上常常使用的配置。由于两个推进单元是可以完全独立运作的，所以拖船在水里面的运动呢相当灵活，几乎可以说是不受任何的限制了。咱们看看它们分别是怎么实现的。一艘普通拖船可以产生高达3400匹马力的动力，而一艘大型拖船可以产生高达27000马力的动力。它们可以单独工作，也可以团队合作，完全取决于任务的大小。现在，请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船体上，看看拖船 Q 萌造型的根源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它必须是一个排水型船体。这种船体在水中前进时会把水给推开，使船体始终沉在水里面，不会上升到水面之上。它对拖船来说至关重要。下面请让我举个例子来给你说明啊。在陆地上，当卡车拖拽更大的物体时呢，它需要在地面上有良好的抓地力才能够将其拖动；而在海面上，拖船的船体必须要潜入水下才能够进行拖拽就如同它必须要获得良好的抓水力。我知道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于是为了实现良好的抓水力，拖船的水下船体就必须要设计成更弯曲的形状，比如像碗一样的形状，并带有起龙骨，才能够使得它在高推力的作用下潜入水中，而不是浮上水面。相反，另外一种船体通常用在快艇上，叫做滑行型船体，它的设计目的是使船体在高速行驶时升到水面上面，减少与水的接触面积，就像是滑行在水面上一样。如果用这样的船体拖拽较大的物体呢，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大家看到了是强大的推力和特殊的排水型船体相结合，才使得拖船能够拖拽比它自己大1000倍的船只的。今天的学习我们就先到这了。除了拖船，大家还想知道哪些长相特殊、功能独特的船只的？请留言来告诉我，或者把图片直接发到咱们的留言区，咱们一一安排讲解。今天我们来玩沙子，这是一个船锚，这是另外一个船锚。准确点说呢，这是一个有杆锚，这是一个无杆锚，起到的作用都是在停船的时候让船不会随意移动。
那么，如果在航行时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快要撞岸搁浅时，能不能通过抛锚来紧急刹一把船呢？虽然超级战舰告诉我们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当真，事实情况是不行。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专门用 3D 打印做了一个船锚的模型，然后通过实验来讲讲船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为什么它就是不能用来紧急刹船。先来说船锚啊，早期的船锚基本上都是这种有杆锚。为什么它叫做有杆锚呢？因为在锚杆快要接近锚环的顶部呢，还横着一根横杆，从而构成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船锚图案。但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要是光看图的话，我们会很容易以为横杆与锚壁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但实际上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相互垂直。之所以要相互垂直啊，目的是为了让船锚在触底时，锚壁能够跟水底保持垂直关系，这样就能在锚链拉着船锚横向运动时，把锚爪很自然地离到水底的泥沙里面去了。后来啊，发展出了这种无杆锚。它没有横杆，沉到水底后就直接这样平躺了下来。那它怎么把自己的锚爪离到沙子里面去呢？你肯定注意到了啊，无杆锚的锚壁和锚杆是活动的，它们之间可以自由地转动一定的角度。当两者都躺平在水底后，如果受到横向的拉动，锚杆就会牵着锚壁一起移动。但由于锚爪伸在前方，它自然就具有下垂的倾向，再加上水底泥沙与其他凸起物对其的阻挡作用，就只能逼着它顺势开始往下挖了，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锚固点。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能用它来刹船呢？即使不能完全刹住啊，但拖着泥沙一起跑，总能提供很大的阻力，为停船起到一定的作用吧？实际上呢，还真是不行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2次都重点说到了横向运动？船锚必须要离近图里面才能提供阻力，而离近图里面的条件就是躺平了横向移动。如果开船时把船锚抛进水里，锚链基本上跟水是呈90度的，这个时候船锚根本就不会离进水底的泥沙当中，怎么可能提供阻力呢？只会一蹦一跳的跟着船一起跑。所以啊，想要刹船还是得老老实实的用别的办法，想知道吗？看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所以回到船锚固定船只的问题上，看起来锚链也是相当重要的。不是相当重要，而是至关重要，甚至比起船锚还要来得更加重要。除了能够拉动船锚，它还有另外2个功效，一个是平躺在水底的那一段提供的摩擦力，另一个是悬在水中的那一段提供的下拉力。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假设一艘船需要停在水深100米的海面上，它应该要抛下多长的锚链呢？是正好就100米吗？显然啊，根据我们之前讲的，这是不够的，至少要让船锚躺平嘛。那躺平之后还要再继续放下多长的锚链呢？它至少得是水深的3到5倍，甚至如果天气恶劣的话，得要放下去7到8倍于水深的锚链长度。它们的一大部分呢会沉到海底，埋进泥沙，从而提供出足够的摩擦力。而另一部分啊，就是悬在水底与船只之间的部分啊，则形成一个悬链线，它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储存大量的能量。悬链线跟抛物线有点像啊，但却是由一条2端都有支撑的链条垂下来所形成的一个物理曲线，所以跟抛物线有着完全不同的数学公式。它的下垂深度呢，跟2个端点之间的间距以及自身的长度都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垂得越深，材质越重，所储存的势能也就越多，越能把上面的船给拽住。所以这么比起来啊，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小不点的船锚似乎无关痛痒了呢？这么说也不太公平啊，至少人家还是给锚链挂了个起点嘛。好了，最后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船员是怎么知道已经放了多长的锚链到水里面去的呢？他们是通过观察锚链上面的一个特殊的链环。普通的锚链一般是黑色的，每段长90英尺，也就是27米多一点，叫做一节。然后很多节连在一起组成完整的锚链，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就是链环了。它们由红色和白色组成，红色的链环在中间，白色的链环在2边。要是第1节的话，2边就各挂1个白色的链环。要是第2节的话，2边就各挂2个白色的链环，以此类推。于是船员靠观察红色链环的2边到底有几个白色链环，就能够知道已经有多少节锚链入水了。是不是既直观又简单呢？当然，要是能够把这个船链的模型拿在手上仔细的观察实验，也肯定够直观吧。所以老规矩，点赞、评论、转发，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
评论最精彩的，它就是你的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